OK， 我本来要绕场，结果不行，那部车坏掉了，开到门神那边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要回去开那部小的，结果那部是小也是好像故障啊，这部大的还是 OK。啊，对不起了，现在看一眼让我去吃饭就行了。我没办法准时上班了，就8到5那个不行。啊，工作很多，了解吗？工作很真的，那边工作很多。想哈，啊，谢谢。你们早上有吃早餐了？哇，太好了！这样 OK 可以，等一下嘛哈。哎，不用马上去吃饭吧 ？OK， 行。我看看，也许那部就修好，那带下来的话，就跟我讲一声哈，就可以绕堂啊。我刚去香港嘛，刚回来啊。有个人他说：“哇，能看到师父这么近，好。”所以才想到你们呢，来的时候就坐那么远的，看不到，看电视 OK 了，看人不方便哈。OK， 那么这样了哈。如果那部车 OK， 我就绕了哈。不 OK 的话就是这样看了哈，因为我那个膝盖不怎么好了，走太远的话，恐怕不行。老车嘛不管你多刷漂亮，那里面还是不怎么样，所以。要保护它一点点了last longer 呀，比较久一点可以用，既然那个身体是物质而已，不过很有用，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这边做事情了，不能帮助别的众生所以还是要保管它好 ，OK 呀，吃的刚好。也不要吃太多了，吃太多的话也会昏沉了多数我们吃完以后想睡觉，所以先跟你们讲好了，我怕等一下吃饭完以后就听不清楚了。在那边都是同意的 ，OK， 什么都好，师父讲的。所以现在因为肚子还空的嘛OK， 讲起去了。我们修行有两面嘛，一边就是物质的嘛，一边就是灵性物质也是要照顾了，因为如果没有身体或是身体不健康，我们修行比较困难OK， 所以是刚好，我跟你们讲坦白很多东西我们吃了，当然是素食了，全素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毒的。毒，因为我们世界已经被毒很久了水地空气都有一点污染，知道那个是第一。第二，它们本身会有一点毒，很小了。不过因为我们累年了，一直吃了，所以身体有时候会过敏那知道哪一个过敏就免了 OK， 吃小了一点，我是最好免了。我们即使吃的那个习惯而已，习惯的好吃，所以比较喜欢吃。对了，吃饭也是好的，不是不好。修行的人不一定是要通通不吃的就是因为我们吃饭了就会有交换
因果跟业障嘛，了解吗？福报啊，啊哈，所以很多名师啊，他们都吃饭吃菜呀，因为一碗饭哈有菜哈，这多么功劳在里面，是吗？哎，还有那个农夫啊，种菜啊。然后雨神啊、太阳神啊、风神啊，都有帮助的。连蚯蚓啊，还有蜜蜂，还有苍蝇啊，所有很多动物、很多众生啊，都会帮助给我们这碗饭的，听懂吗？就帮助，不是农夫而已，然后买卖的人啊，是中间的人啊，了解吗？然后银行啊。开车的人啊，带菜来我们的地方啊，带饭来我们地方，还有买卖的人啊，生意人物啊，开店啊，冒险他们的那个钱啊，懂不懂？或者开店做买卖做生意啊，然后我们自己本人也要开车啊，开车是很多人弄那部车的，懂不懂？还有油啦。加油才能走，不然呢，用电也是一样，还是很多功劳有关很多人啊。那些人呢，如果我们修行的好，即使我们有付钱清楚，不过还是得到我们一点分享的福报，了解啊？所以吃饭不是说不好，不用罪恶感 ，OK？喜欢吃就吃啊，就是刚好吃刚好 ，OK？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的话也是障碍我们修行了，然后我们头脑想不通，想不清楚，想又困啊啊！很多名师为了这样子才吃饭吃菜的，不然他们根本不用吃也没关系。我早在纽约以前，很早30年多以前已经不吃了很久了，一阵子很久了，大家很担心，跑来跑去问你会不会死啊？我说不会的，不会的。后来太吵了，所以再吃啊，吃第一口那个哇，很像吃那个干的草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味道，没有口味，然后吃这样而已啊，就没有什么没什么那种欣赏的感觉，OK。然后后来慢慢来哈，就那个口味再回来了，然后大家都一起吃了，就有多口味，然后就说啊，那算了，继续吃了。现在啊，多数的哈，如果他们有来的话，比方说有一个越南师姐，她现在我叫她去叫所有的我们那个爱家了，弄一些酥糕了。还有那个 donut， 我不知道OK， 你知道了，那个圆的哈，然后中间有一个洞的里面他们都放一些果浆了平常我们以前很喜欢吃那些嘛，有没有？现在很少，找不到吃了，所以我叫他过来，教那个爱家弄那些，还有一些酥糕你们这边没有弄不到的嘿，讲吃东西就拍手，My God！ 那我就不用讲修行什么事情，我讲吃东西，大家就高兴了。OK， 我们中国人爱吃嘛，因为人多啊，竞争力大嘛，怕我们不吃，别人就会吃了，比较紧张嘛，生活比较紧张台湾也是蛮紧张的，人多越来越增加。OK， 因为我们现在医疗也是很发达嘛所以那个老的人不会那么快往生了然后就是这样子活下去很久了。然后我们现在那个年轻的人都不想生小孩那么多，因为要工作要自由。不过也有生了，有生了，所以人数增加了OK， 也是好事情了。老人家活久一点是 OK， 好的。有机会可以多念佛懂不懂拜佛念经或者是打坐修行所以还会自然，或是还有机会
如果久一点往生的话，机会比较没有了啊。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请客的话，我都是请那个老人啊。大家那个年轻的人说为什么师父有分别心？我说不是不是，老人家整个辈子了，牺牲给家庭啊、社会啊，贡献很多了。然后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机会比较小，然后年轻还比较有机会。以后了，懂？你们老了我就请了嘛，快点老我就请。年轻的人呢，其实很舒服了，懂吗？生活很方便，走动什么都方便，没有什么酸痛。老人哈，那个身体已经比较脆弱了啊，有吃药啊，有吃维他命那些啊，保养啊，吃东西好，当然身体也是还 OK 了。不过当然我们老了就会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嘛。所以你们如果有老父母的话，要多孝顺，多供养他们好东西吃，多拜访，听懂吗？因为他们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不要等离开了，跑到那个坟墓那边无情无感的在那边拜拜干什么？然后拿饭菜供养他们，有没有看他们煮来吃啊？连身体也烂掉了，怎么还要人来吃呢？了解吗？不过那个也好，不是说不好的传统，一说有思念嘛，有想念父母往生了，感恩他们往生了还记得他们，就表示说很有孝顺，是 OK， 了解吗？就不是认为拜拜那边就风水会好，你发财，那个是概念，不孝顺，听懂吗？来那个坟墓或是什么骨灰那边就拜拜，或是想念他们，就是记得他们的恩典了。辛苦照顾我们，从小到长大。你们如果以后自己结婚了以后有小孩，就知道多么辛苦了晚上他发烧了，你还要整个晚上不能睡觉，白天还要照样去工作。不工作的话，就老板会开除了然后就没钱了。这个时代当然多么方便，不过我们要负担很多呢。有车子是开得蛮舒服的，不过好多 call 了好多钱然后房子如果漂亮一点，好位置就也好贵，是吗？好贵。所以呢，有多数都是夫妻一起工作的，才能够保存这个现代的标准了，跟隔壁差不多的那种。我们修行人也许比较小那种竞争力，小那个外表的表扬OK。不过还是要负担很多，是吗？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知道怎么节省的在家里电啊水要少用刚好，不要太浪费 OK。然后比方说那个垃圾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袋子或是大的桶，然后小桶丢进去，等一下倒这大垃圾桶或是大垃圾小袋通通带走，不用每一个都小小的塑胶袋，一丢一丢这样。塑胶袋是对我们世界环保是很大的那个伤害的 OK。那种塑胶桶或是木头桶，我们可以马上擦一下洗一洗就可以再用，就不用塑胶袋放在里面了，了解吗 OK。 能省什么就省什么，省钱省那个污染给世界给别人欣赏。我们世界污染已经太多了这个地球还存在的话也是算奇妙的 OK。 人这么多还有东西吃。我去香港印象好深刻，以前一走过去就回来，然后不然的话上去那个道场，然后在那边留在那边不出去他们都开车带我的嘛然后我就这样子金碧姐打坐，然后说到道场 OK 到了这样子很小跟人接触，很少观察什么外表了。这次我不想麻烦他们嘛，我们就走那个铁车了，火车了，
地下铁那种啊，还有那个火车啊，然后就不麻烦他们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坐计程车嘛，短路了。所以我有那个机会可以多接触人民，他们好友善好快乐。那边目前还是很自由嘛，很自由，所以大家工作很好找，生意也是很发达，不免税嘛然后他们那边那个小岛啊，什么都没有，不过什么都有，他们没有什么财源是吗？没有什么矿物啊，没什么什么都进口的，不过什么都有，你一有钱就可以了。不过污染空气也是蛮严重的很多人有车有钱然后就车子比较开的比较难，不过还好了，还好，多数他们都有那种环保精神多数都是坐地下铁的那些，还是说是交通还 OK 了，不会比台湾以前困难的。现在台湾交通方便了有高速公路在我面前那里，每天我算多少钱？OK， 然后都蒙蒙蒙的，都看不到以前的那个山前面那个山看不到海。本来这边高一点就可以看到海，看不到，因为都被这些污染的那个车那个排出来那个污染的气把它盖掉了。这个也许以后，不过台湾也是蛮有已经环保的那些概念了也有尽量了，很多我有看到很多改变。不过以后也许我们的车子就更好的，比方说用插电的车，或是用多地下铁什么的，给大家更方便，然后我们小岛空气更好。不过还好了，还好，去香港印象很深刻他们人山人海那样子，人这么多，岛那么小，车那么多，然后那个观光客也来很多这样子还可以能够保存那个标准懂不懂？有水喝有饭菜吃然后有路可以开车等等，他们怎么能够照顾那么好，懂吗？光那个水饭热色还有那个排水沟那些，哇，怎么弄的？真的好厉害！那边房子很高，有一些你看不到屋顶，你往上面看都看不到，太高了。我就说好像迷你纽约那一样。不过他们人很善良，很会帮助，而且很快乐了。我有那种感觉，很快乐。我也蛮喜欢留在香港的，就是狗的问题。到那边就马上要再打针了，懂不懂？打了好几个针了。如果从欧洲来，那个地方也很干净了，都打针好了，医生都有证明了。还是来香港马上就再打针，我怕对他太毒了。他年轻嘛，很小了，4岁的，我怕他。以前被虐待太多了啦，所以我怕他那个太受不了了。以前我另外那些狗有过敏过懂不懂？肿起来或是不能走路就是很可怕。一次打针而已，现在如果 double， 懂不懂？重新再打，我就真的不忍心。所以我也许还要回去欧洲了等时间到了再说。OK。今天下去看你们，不晓得还有多久才看一次了，所以多看了。有一些有戴眼镜，都变成4个眼睛的多看。我去香港了，都对他们那些服务的人是很慷慨的啦还有我们住那个旅馆是3颗星，3颗星多听说了。因为他们有那个环保的那种系统蛮好，很舒服很舒服。然后有对他们服务人什么那些店小二、店小一很慷慨给他们好几倍钱的比方说计程车
50块哈。不过因为路太短嘛，我就给他好几杯的，3、4、5杯都有。我们有钱嘛，分享啊，他们都好高兴啊。不过有一些他不拿呢，有一些他说 no， 50就50了。然后我说不过那个小费呢，他就再拿20块这样。有一些好像有修行，像我们一样不多拿，是蛮好的。不过多数他们都很善良啊，不管多拿不是没有，都很善良，很客气。外面的路边的人啊，因为我走路去找火车啊，找铁车啊，是地下铁等等，才有机会跟他们比较沟通嘛。我们如果迷路，他很愿意跟我们讲，然后还叫先生带我们去某某那个路口什么的，那边比较好找那个沟通的路，或是好找计程车等等。很善良，很友善啊。有一个，因为我去过一个我们的爱家嘛去吃饭，顺便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生意 OK，他们那边弄酥糕饼干也蛮好吃的，真的每一个都好吃。我平常不很爱吃那些甜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是排在那边，我也顺便给他们做生意嘛，所以每个都尝试看看，每个都好吃。不是说平常我们在外面吃一个了以后就吃另外一种就不怎么很好，这个哪一种都可以好吃的，台湾人来弄的台湾开饭馆的，然后台湾人来煮的，也是有当地的啦你们如果想出国外面做生意什么的，也欢迎外面的地方比较小同修嘛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就我们同修做很有爱心的。那个是我吃一个而已，那另外那几个也是蛮出名的，没时间去因为我去那边吃然后在路边那边是人山人海走来走去的，那个路边嘛很多人走动，有一个瞎盲的人，眼睛看不到的，他排一个路边摊这样子，那么小小，跟这边一样这样，他排不同的东西，家庭常用的松紧带针那些啦然后大家都替他买嘞，来去的人家庭主妇都会买这个买那个我替他买很多我也不晓得，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买了干什么的，因为我这里没时间缝衣服，而且有缝衣服的时间嘛我不用了。我现在他们有弄一点比较善良的衣服了比较可以赚一点，不那么华丽了，还是偷偷放画上去了，懂吗？不过好一点。那现在他们都要弄太多，我今天不知道做哪一个然后也是有人买他都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多少钱的，你只要给他在手上，他摸一下，他知道多少钱了，一点都不会弄错的，因为我们买很多嘛。他也是很高兴的，然后一直买，然后他每一个摸，然后叫我们多少钱，我们都写下来，等一下加一级嘛，加起来，他比我们快的这个他说20块，然后摸一个30就50了，然后他再摸一下67他不用机器的，懂吗？好厉害他在那边做生意蛮快乐的，我就很感动懂吗？很感动。我付很多钱给他了，多钱给他了，然后他也谢谢了，很感激，没有客气什么 ，OK， 笑笑的。我去隔壁还买一些甜点给他吃，他也很高兴说，我很感动，因为像他眼睛看不见，懂吗？可以找借口领钱领政府的钱，懂吗？他自己做自己的生意赚自己的生活费真的是好感动，好感动。他那个人不是简单他下去这样给我们当一个榜样OK， 给那些偷懒的人做榜样，
给那些不清廉的人做榜样，懂不懂？就让我们知道知足常乐，知足就满足啊，不知足何时足？我们如果一次要多的话，永久要不够的哈。OK， 永久不满足的。我们有多少用多少就 OK， 生活很简单，晚上睡觉不用怕那个债主来吵闹啊，不要怕明天怎么还债等等 OK。我也知道了，你们现在生活简单多了，是不是？同修了，是吗？是。对了，生活越简单越快乐，有没有那种感觉？有吗？有。真的吗？真的。不会对隔壁觉得比较害羞吗？不会。不会觉得啊丢脸吗？不会。OK， 这样对了，这样有用哈。有用。平常啊，我去哪里都有那个房子，以前了嘛，懂不懂？去的时候又不能在那边等什么盖山洞那些，不是说每个地方能这样盖山洞了 ，OK？ 盖房子就不行了，有一些是行，有一些不行。小小的私人地 OK， 像这边是不行，那边是我们住人家的，而且也不能盖，能买就买，能住就住了啦 ，OK？ 大家谅解哈 ，OK？ 我们最好不要盖什么大房子，然后等一下就违背政府的那个法律，就心里不安，那道德方面也不对，忠心爱国也不怎么很100%的，所以我们没有就没有 ，OK？ 讲过了哈，天气好就来看嘛。如果人太多，水不够的话，师父在没关系，师父不在，你们可以轮班来嘛。今天台中，明天台北啊。比方说这样 ，OK， 就水分不会那么用那么多。来的话，如果要拿的话，拿一点点，然后混在你们20个加仑里面，还是有效的 ，OK？ 因为我们水既然是有挖很多井啊，还有很多大的那个水塔，不过我们本来就不要那么贪心了，了解 OK？ 我们不要修外表那么多，不要往物质那边修了 OK？ 自己修，自己赚福报，然后身体会好，精神会快乐福报也会会带来运气好。我们越贪心，等一下就会扣的，我们修行的那个点数会被扣的，会被扣，太可惜，懂吗？这个世界没什么免费的，当然是师父免费贡献了，不过没什么对魔是不免费的，OK 他都扣了一些，而且我们水当然可以挖井，可以集合给我们用，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水多一点到处流，在这私底下流嘛，分享给树木啊、花草啊，不要什么都放在我们口袋里面。我们自己家里都有水喝了，树木他们是无助的，他们只能靠那些自然的水，我们不能跟他们争太多。我们这边有够水煮饭，可以来这边喝，来这边用就好了。如果带的话，带一小杯就行了 ，OK？ 反正也不用嘛，每个礼拜都来了，来这边呢喝吃就行了。然后水我们没有拿出来的话，就会流出去给草木 ，OK？ 给四周围保护树木。有一些树是等级很高，你们不知道了，到第5阶的，有一些树很大，灵气很多，所以很多人坐在他那边打坐啊，或是觉得很舒服。所以你们去哪个某些公园啊，其实小树他们等级也不高，不过第3届也是很舒服啊，了解吗？他们这样子站，为了保护世界，为了把我们世界弄稳固的，然后给大家阳气，有没有 ？OK？ 然后他们收起进去叹气了，这是一种收业障啊，给福报。如果不是高等级的众生，怎么能够这样做？你看他们没有眼睛，没有嘴巴，没有
任何怎么能够知道怎么弄呢？啊，有灵气，有灵性，听懂没有？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那个尊重的，不要太滥用哈，太利用啊。有一些树啊，很高啊，很大的一些种类的树啊，就他们愿意来这边，为了保护我们的，为了给我们一点那个他们的那个福报，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砍树啊、剪树啊。这边不晓得政府有没有禁止啊？别的国家像那种很大的树，你要砍了要申请哦，懂？即使你自己种也是一样。长大了就不能随便砍，除了它倒以外，你不能随便砍它。欧美国家都是这样了，我们人家好的地方，好的那个方法，我们要学习的 ，OK， 要进步。不过台湾现在灵气已经很高了，很进步了。我有一天跟我旁边的人说，我不认得台湾了，这个不是台湾。那个气氛像欧美一样高的，了解吗？那个标准里面的，我是好几个人讲，我说奇怪，怎么我今天认不得西湖，认不得台湾？我们是真的在台湾吗？那个从德国来师姐跟我讲，是师父，我们是在台湾，在台湾。我说 OK。我也知道，我记得我有来台湾，就是怎么从今天认不起来呢？我回来几天以后啊，就认不出来台湾了，认不出来西湖，没有办法那个 identify myself and Taiwan， 听懂吗？我认不得，真的。然后我还去跟旁边的人又再讲一次，我怎么会认不得台湾？我真的就在苗栗西湖吗？到这种程度呢？让我混淆这样子，我也知道我在台湾，不过认不出来。突然间嘛，因为改变太快了，我在办公室工作，然后看出去就那种感觉了，突然就变得好快，就好像我在欧洲一样，懂吗？在欧洲你们知道了，人家路得很干净啊，房子很整齐啊，草木什么都很漂亮，是吗？人家很守法，很守法。很尊重法律，比方说你们去那个澳国爱家有没有？然后走去周围看看有没有多么漂亮，多么整齐人也很有善良，人家标准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领袖里面不一样，所以他们有福报，就住在那种国家，了解吗？都有这样子呢，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气氛的，像以前比方说德国他们分柏林分两那个地方，后来他们有研究说，他们两个真的差很多了后来 OK 了，就合在一起了，差一个墙壁一样的人民，就是两个那种程度精神态度个性都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还有法国跟意大利，比方说差一条路而已，真的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吃东西不一样，风俗不一样，态度不一样，个性不一样，知道真的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福报跟业障。我这几天以前还没去香港以前就发现这样，突然间台湾改了，好快，我认不出来，我一时怀疑了，怎么台湾怎么变这样呢？我真的有跟他们说的，我真的在台湾吗？然后他说师父你是想澳国啦？我说我不是想，我突然间看出去就觉得完全不一样的，不是西湖，不是台湾。我真的很怀疑自己现在知道了，后来查知道了，你们那个灵气增加嘛，那个国家的福报增加嘛，突然这样子呢，几天而已不一样现在 OK 了，我习惯了因为太突然嘛，
我在工作，专心工作啊，在那个世界的那种行政的工作啊，就没有注意着，突然累了嘛，看这活动一下这样，看出去，哎，我在哪里？懂吗？我因为停止工作了，停止注意在那个物质的那个行政的那些主张了，就才那个注意那个不同的气氛嘛，哎，然后才觉得，哎，我在哪里？我自己问自己，我在哪里？啊，我是知道，我是知道我在台湾哦。不过这奇怪，怎么不是台湾，又不是西湖，了解吗？那种感觉真的很特殊哦，描述不起来了。OK， 不过你们知道就好了。我们修行啊。OK， 谢谢。已经讲过了，我们修行有两边嘛，一边是里面，一边是外面。外面就是我们快乐啊，对大家客气，对别人有爱心，有帮助。OK， 这是外面，因为里面出来的，不能勉强。OK， 我们修行有福报的话，连毒药啊也可以化解的。我们没有福报的话，佛的口水也吞不下去的，了解吗 ？OK， 先照顾那边。然后外面就会顺的，不要来这边几袋拿什么饼干糖果回来给亲戚朋友，这是很好心。不过我们人手不够，一天到晚去买东西，真的对他们太不好意思了。他们工作已经很多，他们是出家人，本来要时间修行的，听懂吗？所以以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出家人没有做什么生意了，本来不应该这样了。了解吗？不做任何行政工作了，就是打坐而已，照顾自己身体，然后每天就去突破意识，这样不要浪费时间，整天煮饭啊、煮菜啊，或是不要麻烦别人煮饭煮菜给出家人吃，了解吗？不过这个时代去突破真的不行，了解吗？哪国都他会认为你是带来不好运，或是他不给了，没习惯了。在泰国还有这种习惯，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是还有一点点啦，不过没有像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么流行了哈。OK， 然后如果你们要的话，就买来放着嘛，然后带回去吃。木头佛也是这样啊，有吗？我看了，奇怪，你们怎么对木头佛这么好啊？每次要什么东西带苹果什么放在佛上，有没有？拜一拜就去走一走，绕一绕，怎么休息？等一下回来拿水果回去。这边你们都等待师父买饼干糖果，以前是 OK 啦，刚来的时候人不多，懂不懂？还可以，就是出家人越小了哈，还要出去工作，还这边就很多行政的事情，还帮忙师父做一些事情，还有照顾上面我们的住的地方，还有照顾水啊、电啊等等 ，OK， 还有照顾这些，让你们来就舒服了，大家一起照顾了，所以现在师父很忙，而且忙没有办法，一天一餐有时候也来不及的。我不能这样像以前一样啊，以前土地小，世界还 OK， 现在很急了，还有加上去所有的宇宙了。事实上，我划不来在这边跟你们讲话的，我划不来的。不过又好久不见，然后你们那么遥远来，我又不能辜负你们，我下去看一眼而已，了解吗？世界啊，什么好都是污染的。世界的音乐有一些也污染的，混淆我们的精神，懂吗？拉我们下来，那种阿修罗的感情啊等等 ，OK。然后灯啊，也是对我们眼睛不好，皮肤也不好啊。有一些旅馆，像我住那个旅馆啊，它晚上那个窗帘自动关的，因为要避免外面的灯进来。因为灯也是一种，他们说 light pollution， 那个灯光污染。因为如果晚上灯太亮啊，你睡不好。你那个睡的品质不好，
只要很暗的，然后身体在休息，身体它才能够再恢复再生产那些对我们身体保养年轻的。不过现在真的困难了，当然，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也要暗一点才比较好看那边的光嘛，外面光我们不需要了，那个时候就晚上不需要的灯就要关了 ，OK， 路灯需要的地方留，不需要就不留，关窗帘好睡觉。在外面如果太亮的话，是可以用那个测眼睛那一块懂吗？我们人家有叫说那个 noise pollution， 还有 light pollution 呢，你们从来没听过哈？真的是 pollution 的比方说你上飞机下来，他就写就说，请你把那个遮光板把它拉下来。你离开以前离开飞机以前就把那个遮光板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那个飞机停那边嘛，如果里面还要有那些冷气，还有一些机器要保护里面的温度因为有人在里面工作擦洗等等，了解吗？然后如果那个光板没拉下来，外面太阳懂不懂？照上去，然后那个冷气还是继续要增加速度，那这样对环境不好，了解吗 ？OK， 现在那个世界的环保的精神蛮高的，你们只要多研究 OK， 然后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比方说你们开冷气，如果外面太阳很大的话，这冷气还是增加的，了解吗？不然它自动会停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开，自己自动的，为了保持那个温度了不过我们当然不是每个地方有办法的有办法就要环保 OK。Noise pollution 也是对我们耳朵不好，太大声那些有时候我们心吓了一跳，或是整个身体气爆都震撼的。就像那些有一些开摩托车很大声那些就不对了，对人类的身体不好，了解吗？精神震撼的话，身体也会影响，常常这样子就不好了 OK。那些战争的国家因为他们打仗有时候那个像炸弹那些或是那个很大的武器声音很大嘛，那些地方小孩都是精神不稳的，不好的。老人那些身体更被影响了，了解吗 ？OK， 多数人都会被影响的，也 noise pollution， 所以我们的世界有改变很多了，不过还有很多要改变的不是说热色而已。我们那些喝那些塑胶的那个水还有这些的话，就是也是对环保不怎么好，不过这个也可以回收，还好了。我不会喝这个，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一直买这个。我整个冰箱都有，我就不动了啦。我不要喝了。现在水也很少喝偶尔啦，被业障拉了就喝一喝别的东西。一个例如什么很小，现在很小，水也很少喝。从昨天到今天，刚才喝一口这个，也还没有吃饭的 ，OK。吃也少，喝也少了。我是很尽量吃了，不过工作太忙就没有想到，懂吗？然后真的想到了，我是工作完了就去吃一下这样，多数都是一餐就够了。如果那一餐来不及吃，或是吃太少，那以后如果饿就补一补这样，不然的话，我们要认为吃东西多叫身体健康。不一定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怎么对身体健康。不过没关系你们轻松 OK， 爱吃就吃，就多打坐 OK 如果要喝水的话，要放1-2滴柠檬因为我们水现在也不怎么好了，了解吗？因为地毒嘛，土地都被那个化学什么都染了，所以那个水在经过那个污染的土也会污染的，懂不懂？很小，连那个雨水有一些地方雨水蛮干净的，有一些也不很干净，因为空气污染嘛，了解吗？空气里面都有毒，还有灰尘那些都毒的，然后都到雨水里面也不怎么很好，所以最好
你们过滤好才喝哈 ，OK？ 过滤然后如果该煮就煮，我如果通通讲出来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要吃了，我不敢讲，我自己知道就好了。讲出来了，影响人家生意，大家会怕，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反正我们身体这个时候，那个我们的 DNA 啊，已经改变太多了，所以要活很久是很困难。不管你吃不吃啊，不管你吃多少，吃什么都是这样。不过我们修行多到某些程度的哈，就吃少也没关系，不吃也 OK 的啊，就是不要试看看让你等级多少那种哈。现在比方说师父每天吃1-2个葡萄柚哈，不吃了，因为咀嚼来喝的。不过我跟你们今天讲，也许从明天我就要吃的要命，我不知道了。你们等一下回去自己要这样弄，然后求师父帮忙了。等一下我就要替你们吃的，然后我这个也不能吃的。不过我是当师父，什么都要跟你们讲了 ，OK？ 不管业不业障，我要说了。平常就是这样啊，有什么好东西跟你们讲，以后我就不行了，我就不能有了 ，OK？ 不过我跟你们说，目前呢，比方说我每天喝几个葡萄柚那个吃了哈，或是柳丁吃了，我是吃1个苹果啦，然后吃1-2个泡面。泡面不是说那种有特别的泡面，台湾有弄了那种用米粉弄了，小小的细细的啊，然后里面有一点那个调味料而已啦，不很多样东西，那些就比较可以吃，就对我了啊！你们不要这样拼着吃，等一下这我不能了，你们自己自然就好了 ，OK 啊？然后就这样子就 OK 了，根本不用麻烦大家煮什么的，就是有时候他们喜欢煮给我吃，有时候我很忙，连挤那个果汁也太麻烦了。挤了以后啊，要擦要洗，因为喷出来啊，蚂蚁会跑进来啊，在里面死啊等等 ，OK？ 所以吃什么或什么是困难，我是很尽量吃了，为了世界福报了，给世界福报。不过不行就不行嘛，懂不懂？也不能给自己身体不健康啊，也要保留这个身体，为了大家啊，为了世界，为了宇宙，为了要多打坐，多那个带那个宇宙的正面的宇宙的原稿的原本的力量多下来。我身体1个嘛，也不能一次全部拿下来啊，它会死呢所以每天能多少就多少。当然每天多的会增加，我多打坐的话，那个数量也可以增加到我那个being啊，不是身体的 being 是中文怎么讲？存有，对不是算身体了，不过身体也有关啊，懂吗？如果太多力量，他也受不了，所以这样子一步一步到现在，当然越来越多。如果我越打坐多的话，我越能够拿。所以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划不来在这边跟你们聊天的了。不过你们还是扭扭捏捏的、撒娇的，还需要师父啊，我们不能没有师父啦。所以偶尔你们来，我看一看哈，不能要求跟师父跟以前一样了啊，摸头摸脚，然后买很多饼干糖果，像小孩一样。你们长大了 ，OK， 长大了啊，师父也老了，我们都老了，有一些了啊，长大了，自己照顾自己。多修行往那边，每天要祷告求宇宙力量帮忙，让我们不会忘记修行的，不会往外面找东西，不会靠外面的。我们越靠外面了，然后越急的要成佛那些了，那就被磨骗的，懂不懂？要很快要成佛的话，也是一种名利性啊。我是要成名士啊，出去讲经给人家崇拜那些，哇，这是更糟糕的名利性的，会被磨骗的，会被磨在旁边那嘀嘀咕咕乱讲，然后你认为你都已经是什么第9阶、第10阶了啊？不行，要慢慢来 ，OK？
而且要真的要修行，要谦卑，内面谦卑的 ，OK， 不要认为自己是某某人，你认为是某某人，表示说你不是某某人的，了解吗？是不对的 ，OK， 要小心哈，要小心，要求真正的力量帮忙，要求师父内在帮忙，不要让我们着魔，不要让我们被魔骗 ，OK， 因为修行小会简单被魔骗的。我们世界很靠近阿修罗世界嘛，懂吗？所以他们很简单跟我们来往，然后骗我们，然后引我们走错路的，要小心哈 ，OK 呀，别求名利了，别求什么当名士。你如果这个命啊当名士，你跑不掉的，真的，我跑得掉吗？啊，我本来已经不想跟世界有任何关系的，连你们也没有关系的，我专心要做我的工作，懂不懂？钱啊，什么名啊、利啊、好啊、坏啊、是非，我根本通通都不要了，通通都不理了，不在意了。谁讲坏讲我好我坏，我真的不想了。结果还是被你们拉回来。我一个人的话，除了照顾自己啊身体，还有关心狗啊，我的狗啊，然后就是这样打坐修行，没有去哪里，没做什么。而且如果在房子太烦恼的话，我就去找比较没有房子的地方，懂吗？像一个河边啊，然后有一个小的房子啊，飘在河上面啊，像那种地方。有一些同学也看过我那个地方，不过我不要跟你们讲了，讲了你们就跑到那边拜山拜水啊，然后把我房子拆下来带回去加食物，我那个房子像这个台一样这么大而已啦，懂不懂？里面只有一个设备已经有了，不过我在那边也不怎么煮饭啊，吃泡面啊，有一些水果这样子 OK 啦，然后在河里面啊，懂吗？就跟世界隔离，像一个小岛一样，一个自己的小岛，不是每个国家这样允许的啦。不是每个国家你能买一个小木屋放在那边，然后飘来飘去那样，不是啦。住那边也是有一点困难，不是困难啦，不过也是要早睡啊，懂吗？要付那个河边的钱啊。对呀，他已经买下来那块了嘛，懂不懂？所以我要停我的那部那个叫什么 houseboat， 意思说房子船呐、船的房子，就小小这样，像那种木头仓库那种嘛，这样就可以允许了。不过你也不能这样子用马达很大的马达跑来跑去，伤害到鱼啦，是有规矩很多。然后每年找多少这样，那房子是我的，就买下来，第二手的，刚好有一个人卖嘛，他们那边有几个这样。还有多数都是船的，不过他们多数周末才来，而且人好善良，好善良啊！还要听到我师叔我说请我来，我会弄春全素的给你吃，然后这个给你吃这个你比如不喝水，矿泉水好不好？好善良，好善良啊！他们不是捕鱼为了吃的，也很小的，每一年都有1-2次比赛的。谁捕最大的鱼的就中奖了，不过捕好以后量好以后马上就再放回去。不过我也是觉得何必呢？这样他已经很受伤了，懂不懂？又很怕了，放回去河里面。得奖以后就放回去河里面，懂吗？不是吃的，就是他们比赛好玩而已啦。他们有一个 club 啊，懂吗？捕鱼会了啊！我在那边本来也要有一个捕鱼的驾照才能住的，不是你们随便跑那边就可以住了，不是了，还要捕鱼的驾照。不过后来我说我买的时候你们没有讲啊，我只是不捕鱼的啦，我不可能捕鱼的，我是输的嘛。其实后来他说 OK， 那你交几百块就 OK 了。我说我很愿意交钱，我不愿意。我在那边还喂鱼呢，他们好多来吃的。我说你们乖乖，
留在我睡觉位比较安全，不要跑到那边了。那个看到什么墙壁啊，传的那些墙壁离他们50米最少50米，100米、几百米的，跑远一点。看到什么飘，不要拿。如果想吃的话，当然要吃了；不想吃就不要。他们都围在我旁边，而且特别 baby 呢，小小的来那边每天吃哇，整个水啊都是满他们那种上来吃的那种圆的圈的，然后那个天鹅啊，还有鸭呱那个哈都来，都来，看到我来就马上来了啊，飞的游的都是很快来，然后在那边还撒娇呢。这样子啊，然后摇尾巴跟狗一样，摇得好快。然后如果我慢一点，然后还会撒娇呢，还跑到那个我传的是就会咯这样子啊。所以我那边的东西多了，就是那些给他们吃的，懂吗？软的面包啊，那个全麦的那些好东西啊。然后那个有时候有人看到说，哇，你现在变成一个养动物的农场那些，我说是啊，我现在更富有了。然后他们说，哇，你给他们这么好东西啊，连人也很想吃的。我说你要吗？因为好的不是坏的，不是剩下才给他们嘛。他们就很爱我，吃完以后都不走。有一些留在旁边绕来绕去，我是找地方啊。站上去，然后照那个洗自己了啊，擦洗自己，很可爱，都很有灵性的，很会沟通，懂不懂？那个爱心，他们的爱心你会感触的很深了。然后你自己爱心他也会感受的。我一来的话，大家都来了，很快，从很远的地方也看到，飞来了，或是跑来了啊，很快，带全家来，懂不懂？妈妈在前面，大家在后面跟着跑。我很愿意，很高兴为他们。就我走那一天，我全部通通带出来，连那些饼干那些本来是给那个过路的小孩子们，我也通通拿出来了。他们也吃，我说对不起，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回来了，你们自己互相照顾。他们就静静的没讲，平常都呱什么那些了，跑来跑去的，互相摇啊什么玩的。那一天没有弄任何，静悄悄的就站在那里，站在水上了，静悄悄的。我心里好疼，好痛啊，懂吗？我离开他们了，比离开你们心还要疼了。对不起，我想坦白，我讲坦白，我修行人不能说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也许他们那个心单纯了，没有要求我任何了，因为我给他们吃，他们就来了有时候很晚才来，或是好几天不来，所以他们已经在那边自己照顾自己了，吃那些海苔那些什么啦，在河长那些青苔嘛，有没有吃啊？然后有时候草木都被风啊吹沙了，他们就吃那些，所以已经饱了。如果还是跑来摇尾巴的，围绕在旁边，因为我给他不吃，已经饱了。如果说好了，等一下你才吃，因为那些东西它不会沉在下面嘛，我买那些不沉，所以他们慢慢来。后来这也吃了，有时候吃饱了还在那边呢，绕来绕去，在我houseboat 旁边绕来绕去。动物连树木也都有灵性的，连石头也是这样子，是不是？你们知道啊？有知道吗？所以你们去森林啊，或是在公园啊，大树啊，有很多树木，就觉得很舒服吗？因为他们那个阳气也是他们福报才能够放出来的，也有爱心的爱护的心，所以你们觉得很舒服去山上那些山也是山神啊，山也有山神，然后山的长出来也是就是有灵秀的，连石头也有。OK， 大家都有自己的责任跟自己的那个福报，
更那个任务了，所以我们呢，能够做人呢，能够用那么多好东西啊，是应该心里很感恩的，感恩万物了 ，OK， 感恩万物了，佛经里面有讲一句说，有情的众生与不有情的众生，我祈祷大家都会往生呢，回去那个永久的地方了。佛经有说那个每天念经，每天念那个部分，也其中有一个这样。我记得了，因为以前我有念经嘛，记得那些念大悲咒啊那些啦金刚啊，还有天天那个念经啊，跟在庙宇念一样的，早课晚课那些 OK 都有讲，所以没有感觉的众生也是众生的 OK， 是不是你们知道？所以来这边拿那个翠石回来当纪念是不是因为这样？还有人拿吗？没了哈，不要了，不要秀外表 OK。然后师父走高速公路那边，你们也把人家高速公路拔起来如果有效的，像有水有效的话，你们拿一点就好了，不要拿太多。然后我们那个机器也要工作很多，我们出家人也要照顾很多，然后水会最少给这边苗栗的树木因为我们这边水多嘛，照顾好，所以树木才长那么茂盛，你们来才能够欣赏 OK。 不过像那个上面保护亭前面的本来也是有一些树木嘛，也是有一个空地的，像这样子10几米那个空地你们不能再占了 OK。 空间本来是有用的，像你们盖一个房子里面不是通通放满那个床家具冰箱不是全部放满吗？有吗？ Yes or no？ No。 哎呀，全是有一个小角落，然后冰箱另外一个角落，然后中间就空空的嘛，多数都空，要有空间，要有空间。所以上面那个是我们唯一的空间，四周围都是斜坡山懂不懂？我山洞前面那个草皮我们不能用的了，下面很多众生他躲在下面，蟋蟀蚂蚁蚯蚓不能在那边做什么的。现在很多众生在那里，了解吗？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插在那个不是草皮上面有几块石头嘛，我就进来，第一个那块石头扁的石头嘛，踩上去，哇，百千万亿的那个蟋蟀都跳在空中上面，再回来跳，一直跳好久我才知道他们在那里，不然我不会晓得，懂吗？所以现在我们想弄一个桥了，然后要小弟什么的在那个桥上面用机器吹那个叶子就不能踩在草皮上面了。然后讲过了，在香港讲，我会顺便跟你们讲，那边他们放一个椅子跟桌子给我，我说不能了，赶快带走了，我不会跑到里面坐的。所以只有那块地懂不懂？给我们停车停高尔夫车，然后跟出家人有时候在那边请那些老菩萨喝茶了。现在他们很老了，我买一些沙发给他们坐，舒服喝茶的时候，还有买一些椅子给中等老的坐所以你们如果站掉的话不过站到这种没有太阳光线进不去的，哇，我回来就觉得好像被压在脖子一样，好闷了解吗？好闷树木晒不到太阳，他们也抱怨的，懂不懂？等一下都会树木什么都没太阳他们那个地四周围没太阳，他们也不会滑的，懂吗？然后你们上来又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去哪里都要保持那个环境漂亮，如果不漂亮我们要弄更漂亮，如果已经漂亮，我们喜欢它那样子，我们要保护它那样子，不能再改变了 OK， 不能弄更丑的
改变漂亮 OK， 改变丑是不行的。我们是爱真善美啊，怎么一个漂亮的地方变成那么丑陋呢？那么压力呢？不能这样子，要想到别人，要有贡献心、孝顺心、爱护心，懂不懂？对师父也是集中，是你们那个同修嘛，是吗？爱护同修啊，是吗？要让他舒服一点，而且这个同修工作很多啊，他要有一点舒服一点的那个空间。如果他没有住山洞的话，他要盖很多房子了，所以那前面那个空间本来就没有的，了解吗？因为节省才有空间，因为节省才有钱去救济，了解吗？不是本来钱是从天空掉下来，因为我们很会组织嘛，节省啊，所以我们有钱可以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即使师父做很多生意啊，如果要盖很多房子给自己住啊，给出家人住，或是办公室豪华，为了很多工具要工作啊，为了生意啊，为了照顾大家的话，就根本没有地了，了解吗？也没钱了，搞不好还是要跟你们拜托借钱的。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懂吗？盖很多房子给自己住啊，办公室很多设备啊，电脑啊，第一流的最流行的，然后车子懂不懂？这部车那部车很多，然后大家都有豪华的，也不用豪华的，舒服的生活了。要盖寺庙啊，盖房子给出家人住啊，等等的话，就连空间也没有啊，钱也花光了，也不够的，懂吗？你们知道台湾的什么都很贵吗？地也很贵，盖什么房子很贵，所以我不是说抱怨说台湾是很贵的，其实这个时代是这样子啊，而且台湾地小嘛，是人多，所以更贵，要买什么很贵，我们要找几个地方好贵好贵，花不起了，付不起了，师父就一个人而已嘛，懂不懂？我不收你们的钱啊，所以自己要靠自己赚钱啊，还有出家人帮忙啊。你们有一些人在那边长久工作、正常工作的话，我们也要付钱啊。然后外面的人工作，我们也要付钱啊。然后还要救济啊，还要设备很多啊。所以，如果师父真的跟正常的生活了，跟别的团体差不多的哈，就没钱了，没钱了，没地了。了解哈 ，OK， 所以不要要求师父一个人工作太多了。你们人那么多，连买不到一块地很大给大家共修，只带我一个人，我怎么弄啊？了解吗？不过我也对你们很骄傲了，因为说你们还是全书嘛啊，还有劝别人是全书了，这样对动物已经很有帮助。OK， 你们也有想自己做很多好事，而且也尽量做很多好事，那这样我已经很骄傲了。哦，讲话那么多 ，My God， 饿死了哈啊！有没有饿坏了？有吃早餐还好啊。对呀，不用嘛，我从昨天到现在呢，没吃没喝呢，也不饿了，不是抱怨，跟你们说。所以如果你们没吃的话，那同一题的了 ，OK， 同样，我不是吃饱，大吃大喝才下来，然后让你们坐在这边听我聊天的，了解吗？我是本来没办法了，当师傅了，还是要负一点责任嘛，大家既然已经来了，我就顺便提醒几句了 ，OK， 饭的话每天都可以吃，现在不吃，等一下还可以吃，懂吗？很多世界的人好几天没东西吃的，你们看电视就晓得啊，都晓得嘛 ，OK，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什么罪恶感了，你饿一点没关系嘛。然后你们这几天来大帐篷打坐，我也不会觉得罪恶感了，一点点了。如果能够盖很大房子给你们住，我也是很愿意啊。不过顺其自然嘛，没有就没有 ，OK。你们不要抱怨哈，你们来打坐几天而已啦，
住在帐篷，不管怎么风怎么雨，也是几天了，顶多1-2个礼拜。我跟出家人早期的，就像以前都是这样子啊。我以前没有房子，没有地呢，懂吗？然后就这样子就好久了，就是这样住帐篷啊。你们来这边住帐篷，不管淋雨还可以马上回去换衣服嘛，了解吗？我们那个时候就大帐篷就是这样，到处都去流浪，还去奖金呢。所以你们大帐篷几天啊？不要期待我对你们对不起，或是罪恶没有了 ，OK。我以前比你们还要辛苦，你们还有家可归，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家可归。我还有责任啊，住家人来好多啊，没地方给他们住。我那个时候才觉得不好意思的，他们年轻的人啊，从来没有受苦那样子，离开那个好好的家庭来跟着我，我又不能赶他们走。住家人有没有赶走？如果他时间，他的命是这样子嘛，然后他时间还没有到，也不能叫他离开啊，了解吗？然后就是这样，所以后来才买到这块地，刚好一个同修介绍说他的那个亲戚朋友啊，亲戚有一块地，我记得5万块而已啊，好便宜啊，马上买下去了啊，大帐篷马上住了啊，那就上面而已，那个芒果树旁边，在第3层这边而已，在那个水源那边而已啦，甘露水源而已啊，就没有这个了。这个以前他们种东西啊，一些是种东西，一边是草长得很高，那种好像鹿草什么的，很高很硬的啊。后来我不是鹿草，那很硬的很高的，就跟甘蔗一样那种，比较少，是到处都是这样啊。后来我们怎么不知不觉就买到的？然后就盖一个道场了，他们没有问政府，后来被拆了，然后我们才种树嘛。以前这些树根本没有了，我们连3更半夜一起种的，那个大的像这么大的已经长大了啊，不是就现在这么大，比如说像那个屋顶这么大的，带回来种了，啊，那个时候住家人也很厉害，很聪明。我说我们用那种方法就可以把它拉进去，不是这样用人手了。而且也没有怪手机了，太多钱了，我们划不来住那怪手机，都是用人手的。不过那个时候很多住家人嘛，我们什么做都是我跟住家人做的，甘露盒啊、书啊、房子啊什么，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弄的，因为钱还赚不多嘛，赚不多，所以很节省了，什么都要自己弄。他们很诚信的，那是早期的出家人，非常诚信的，没有寺庙了，懂吗？没有任何东西，车子也推来推去那样子，还跟着师父，好感动啊，好诚信啊。OK 啦，所以你们现在辛苦一点，大帐篷住，别在里面求师父盖寺庙什么，我这边不能盖就对了。OK， 连那些铁柱子，然后弄帐篷，等一下也要处理的 ，OK， 就是像暂时那种是 OK 啦，懂吗？从一棵树拉到一棵树，我告诉他们树要抱起来才拉，有一些都没抱，大概来不及抱了 ，OK， 记得啊，以后去哪里都要注意哦，要美容那个地方，要来给人家高兴快乐，我给他们很多小费啊，计程车给好几倍的。有时候就还没到100块，我给他们400的，因为我说难得才碰到他，给他帮助一点。计程车不是说富有人嘛，懂吗？哎呀，他会高兴，谁受我就帮助就对了，都是这样子。然后去饭馆也给他们很多，说他们饭馆漂亮啊，你做得很快啊，那好舒服啊，很干净，这样给人家高兴快乐，懂不懂？不要拿人家东西给人家沉闷、忧愁、压迫感，这样子是相反我们的理想。去哪里都给那边美容的、漂亮的，给人家高兴快乐。那个气氛高兴快乐也是一种美化的，了解吗？因为我不是能够下飞机就在飞机上就种几棵树的，是要说
跟空中小姐客气，谢谢她，了解吗？说她漂亮，说她服务很好，这样的，很高兴见到她那种人。比方说这样，好吗？也是一种美化的，不是意思要拿了，要给 ，OK， 不是给钱而已啊，给我们修行的那种高雅的态度 ，OK。给人家高兴快乐是我们的本分的，因为这样就美化世界啊。如果你去哪里都给人家高兴快乐，这样那大家都高兴快乐，就世界气氛好多了，就会带来很多运气好啊，保护地球，听懂吗 ？OK， 外面也是这样子，对师父也一样，我不要求特殊，我不要求特别招待，对师父跟对外面人一样就对了。了解吗？有尊重，尊重的话有好的气氛，互相尊重，好气氛，了解吗？不用骂，不用大声，就气氛好，气氛好的话，双方都舒服，双方舒服的话，世界也会上来一点，啊 ，OK 哈，我不是为了个10几米那个跟你们吵了，不是啦，讲道理 ，OK， 逻辑，生活常识。人格、风度、爱心啊，高雅的做法，了解 ？OK， 好了，去吃饭。OK， 再见啊 ，Thank you 啊，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信任心，以后见 ，OK， 我尽量回来，大家乖乖我就回来，不乖就没福报了。我不是不想回去好几次都被挡，因为福报不够，杀生太多了，我们尽量把这个小岛净化一下啊！如果这个小岛通通变成素食多好呢台湾现在很坚强啊，很富有了，就差一个素食的话，就哇，世界第一流，世界第一名的，我有那个野心了。我都是有那个 ambition 的有那个 ambition， 有那个野心的，很想把台湾全部当个第一个国家素食的，哇，多好呢！好了，再见哈，I love you guys， 谢谢，love you， 好爱你们，好爱你们。还要不要绕场啊？因为这子来了，要吗？行，我去看看我能不能做。要的吗？安的，漂亮。就是说我喜欢听这样，他说是股票，我喜欢听。那些什么蚂蚁那个不喜欢听。好久没有开了，慢慢上主好，上主加油加油！这么大了，过来长那么大好漂亮你呀！OK， 照顾啊！妈妈，过来，怎么让他们这么远呢？过来，你好吗，老妈？你好吗？他们老还好呢，还活着呢，还有福报呢，爱笑。OK。
啊，后面这个，你好，你还 OK 啊？哇，OK 啊。哎，印信的时候你这么漂亮，现在更漂亮。好了，我也忘了。欢迎你回家，谢谢谢谢。大陆哈，大陆，大陆是台湾。这个大陆是台湾。我没办法照顾大家 ，OK？ 好啦。这个宝藏，宝藏，开飞机了。我往那里。看你看，你好，你好，你好，来看你们了，来看你们公主啊，厨房人员好辛苦哈，哇，煮饭给那么多人，不容易，你们真的神通广大，啊，神通广大，厨房人神通广大。开这一点会比较快，这个爬坡比较慢。OK， 那你慢慢走，是不是先上去？好，上去有工作做。